太魔幻了！俄防空部队再次击落自家战机，乌军粉碎俄军企图开辟的博罗瓦新战线，并大规模袭击俄本土目标。韩国重新讨论援乌问题，韩产武器流入乌克兰。普京称不会为了谈判从乌克兰撤军，且俄战略核力量始终处于全面战备状态。欧盟27国确认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下周二启动入盟谈判，精彩资讯即将开始。究竟是克里米亚地邪，还是这里的俄防空军太迷糊？6月21日，俄军防空系统又一次击落了自己军机。据俄罗斯频道称，误击事件发生在克拉斯达诺尔地区的阿纳帕上空，当时乌军正使用新战术，让无人机、无人艇联动对俄军目标发动打击。俄军出动卡尔9直升机进行拦截，结果在拦截无人艇过程中发生意外，被自家开架 S1 防空系统击落。目前卡尔9直升机残骸已经找到，俄方面证实称4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乌克兰方面也证实俄军损失了一架卡尔9直升机。至于误击原因，火力军不用想都知道，俄军肯定会给出敌我识别系统故障的理由。俄军的防空系统实在有些魔幻，拦不住乌军的导弹、无人机、无人艇，却打自家的战机、直升机是一打一个准。火力军都怀疑克里米亚的俄防空部队不会是卧底吧，不然怎么会这么挫呢？与此同时，据乌克兰总参谋部报道，乌军21日夜里出动数百架无人机，分成多组继续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的阿菲普斯基、耶尔斯基、克拉斯达诺尔以及阿斯特拉罕州的阿斯特拉罕4家炼油厂。这些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地区的关键工厂，也为俄黑海舰队的舰艇提供燃油。如今这些炼油厂受损，俄舰船将面临无油可用的问题，一趴窝又会被乌军无人机艇摧毁。此外，位于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的见证者136无人机储存和准备场所、训练大楼以及这些无人机的指挥和通信中心也遭到了袭击。基辅独立报援引安全和国防军的一位消息人士也证实称，乌克兰安全局和海军导弹部队的联合袭击目标就是存放见证者136无人机的叶伊斯克军用机场第167训练中心。目前乌军正在核实摧毁俄军目标的详细情况。20、21日短短2个晚上，俄罗斯能源经济、腹地训练场接连遭受重创，俄军正逐渐失去优势。在前线战场，乌军也粉碎了俄军在哈尔科夫企图开辟博罗瓦战线。据乌克兰国防部主要情报局代表安德里·尤索夫21日表示，俄军在博罗瓦的计划已经被粉碎，此地的乌军识破了俄军的作战意图，并对其造成了重大损失。目前俄军已经停止进攻。如今哈尔科夫、库尔斯克、别尔哥罗德已成为俄军消耗之地，乌军使用援助武器进行直接打击，随着战斗继续，俄军损失将超乎想象。对普京与金正恩目前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6月21日，韩国外交部召见俄罗斯驻韩国大使基诺维耶夫，表示了抗议，并敦促俄罗斯立即停止与朝鲜的军事合作。甚至在前一天，韩国国家安全顾问张浩振就对外表示，韩国计划重新讨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问题。要知道，韩国可是很少公开表态直接援助乌克兰的。过去2年多时间里，韩国也只是向美国出借50万枚炮弹，让美国将自己库存援助乌克兰，一直坚持不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的援助方针。但俄罗斯却不这么认为。据俄罗斯消息报20日称，韩国虽然没有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但其售出的武器可能通过罗马尼亚、波兰、美国等国提供给乌克兰，如向波兰出售的 K2 坦克、FA50 轻型战机、K9 自行榴弹炮以及韩国防空系统和导弹等等。又或是6月19日刚与罗马尼亚达成的 9.2 亿美元武器出口协议。据悉，罗马尼亚采购的武器将包括54门 K9 火炮和36辆 K10 弹药运输装甲车。双方还协定，今后将进一步细化在军事教育、情报交流、军工科技方面的合作。俄消息报还称，韩国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中立立场，但美国华盛顿邮报去年年底称，韩国通过美国等国向乌克兰提供的155毫米炮弹，比所有欧洲国家提供的总和还要多。当然，也有人认为这只是巧合，毕竟进入北约军火市场是韩国长期以来的梦想，韩国只是抓住了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下，欧洲需要弹药的时机而已。但不管韩产武器是否流入乌克兰，
在韩国表态向乌克兰援助武器后，普京就坐不住了。他直接在6月20日越南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希望韩国不要这么做。至于韩国是否会直接援助乌克兰，防空系统和155毫米炮弹将取决于俄罗斯未来的行动。此外，普京还在越南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会为了和谈从乌克兰撤军，称俄罗斯只会在伊斯坦布尔和明斯克协议的基础上继续与乌克兰进行对话。同时，俄罗斯还在考虑对其核理论进行修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显示，普京总统在20日越南发布会上称，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始终处于全面战备状态，并且俄方正密切关注欧美国家的行动。一旦欧美国家增加威胁，俄方将做出相应适当反应。但不得不说，俄军发动的这场入侵行动几乎已经变成俄罗斯的卫国之战。6月19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曾表示，俄罗斯要求美国从欧洲撤出全部的核武器，并销毁部署这些核武器的基础设施。俄方认为，美国将资金分配给北约，用于联合核任务计划的做法极具破坏性，这做法将严重损害欧洲大陆的安全。什么是联合核任务计划？简单的说，就是核联盟。据英国卫报报道，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和土耳其等欧洲5国在美国2023年度国防预算中已被列为正在进行特殊武器储存地点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长期关注核裁军的智库机构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估计，美国目前在这5个北约国家部署了约100枚战术核弹。关于核力量，其实近些年来全球可用的核弹头数量并没有减少。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6月16日发布的全球核力量年度报告显示，在美俄削减核武的情况下，各国可用的核弹头总数依然在持续增加。据 SIPRI 统计，截至今年1月，全球核弹头总数估计为12121枚，90%来自美国和俄罗斯，其中约9585枚可用，其余则是冷战时期退役但尚未完全拆除的弹头。作为对比，去年同一时间，全球核弹头总数为12512枚。虽然全球核弹头的总数有所下降，但主要原因是拆除了部分已退役的核弹头，实际可用的核弹头总数依然在增加。据悉，其总数已从2022年的9490枚增加到了2023年的9576枚，到今年已经到了9585枚。其中，能装在导弹和战机上的核弹头数量为3904枚，比2024年增加了60枚。且约有2100枚已部署的弹头处于高度战备状态。就美国和俄罗斯而言，如今美国处于部署状态的核弹头有1770枚，储存状态的有1938枚，1336枚退役了。但尚未拆除的核弹头，俄罗斯不相多让，拥有1710枚部署状态的核弹头，2670枚处于储存状态的核弹头，以及1200枚退役但尚未拆除。总之，包括美俄在内，全球9个拥有核力量的国家正持续对进核武器的现代化，有些国家甚至已经部署了新型核武器或具核能力的武器系统。如据英国《每日电邮报》6月18日报道，尽管拜登政府曾表示反对，但美国海军仍开始研发一种新型海基核巡航导弹。据悉，该核巡航导弹能从美国海军的攻击核潜艇或水面战舰上发射，射程比美军核潜艇搭载的3x2导弹或陆基发射的洲际导弹近。预计将在2030年代中期完成。这种可以携带核弹头的巡航导弹将成为冷战后美国首次投入使用的此类武器。俄罗斯方面也已暂时停止参与最后限制美俄战略核力量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去年11月2日，普京签署法律，撤销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批准。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俄方还多次宣称不排除使用核武器，并于今年5月在乌克兰边境进行战术核武器演习。俄军多次提及核武器，说明常规武器确实占不到便宜。针对最近俄乌战场变化和欧美的加码，俄罗斯发出的警告还能起到多大作用，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据法新社6月21日报道，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比利时宣布，27成员国已确认将于6月25日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进行入盟谈判。据悉，欧盟各国部长将于6月25日下午在卢森堡先与乌克兰开始谈判，然后与摩尔多瓦开始谈判。在黑海的海面上，这里上演了一出堪称近些年来最精彩的博弈。在这场海战中，乌克兰开创了新型的作战形式，并且成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可。他们用无人机、无人舰队配合携带的导弹进行自杀式的进攻，让黑海舰队遭受了巨大损失。
据乌克兰武装部队表示，2022年3月24日，他们成功击沉了俄罗斯的萨拉托夫号大型登陆舰。紧接着，4月13日，俄罗斯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被乌克兰2枚海王星导弹命中，弹药库也因此发生爆炸，导致船舱大面积起火，整体受损严重，俄军被迫弃船而逃。这艘巡洋舰最终沉没。10月29日至11月2日期间，乌克兰首次大规模使用多架无人机、无人自杀快艇以及无人水面载具，先后多次袭击驻守于塞瓦斯托波尔的黑海舰队，迫使俄罗斯向乌克兰单方面寻求不再攻击黑海舰队船只的安全保证。这场战斗颠覆了以往的海上作战方式，展示了无人武器在低成本高效能方面的巨大潜力，各国也因此纷纷加大该方面的研究力度。在后续的海上战争中，面对着乌克兰层出不穷的无人舰队以及意想不到的进攻方式，尽管俄罗斯努力改进防御措施，但仍然频繁遭受乌克兰无人武器的打击。截止到2023年8月7日，黑海舰队只剩下18艘主力舰艇，分别是2艘风暴海燕护卫舰、3艘格里格洛维奇巡防舰、7艘基洛级舰艇、2艘短吻鳄级登陆舰、4艘蟾蜍级登陆舰。英国初级国防部长詹姆斯·希佩曾发表言论，乌克兰已经功能性地击败了俄罗斯黑海舰队。到了2024年2月14日，沉寂许久的乌克兰无人舰队再次出手，这次的作战对象是俄罗斯大型登陆舰凯萨库尼科夫号，并且成功击沉目标。几周后，乌克兰无人舰队又进行联合行动，摧毁了黑海舰队巡逻舰谢尔盖科托夫号巡逻舰。此战之后，俄罗斯把价值高的舰艇陆续撤出黑海海域。时至今日，黑海海域再也没有出现过有价值的俄罗斯海军舰艇，只剩下一些零零碎碎的小船。现如今，乌克兰无人舰队的目标也已经不再局限于船只，他们在无人艇上配备了能够实施精准打击的对空导弹，对关键的基础设施也有一定的威胁。目前来说，虽然俄乌战争还在继续，但乌克兰开创的无人武器策略已经为小型海战提供了新的战术选择，同时也让未来海战的发展方向有了更多的可能。在6月19日的在线新闻发布会上，行了明确授权，允许基辅部署其提供的武器来打击俄罗斯阵地，特别是在苏梅和哈尔科夫地区。自从2022年俄乌战争彻底爆发以来，美国通过多方渠道源源不断地向乌克兰提供各种军事援助，主要集中在火炮和导弹系统等远程武器上，以此来增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其中的海马斯火箭炮、M777榴弹炮、ATACMS 导弹等一直都是美国援乌的强力武器。据悉，在此次发布会之前，乌克兰军队就已经使用过美国武器，摧毁了别尔哥罗德市的俄军事目标。俄罗斯当时并没有直接性的回应，但之后极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采取特别行动。火力军会持续关注。尼日利亚空军于6月18日宣布，打算购买50架新战机，以增强其打击敌对势力的能力。自2000年代初以来，尼日利亚境内非正规武装势力活动频繁，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人员伤亡。为了打击其嚣张气焰，尼日利亚组建了地区反恐部队，并多次举行反恐行动，但是效果并不理想。这些武装势力几乎成为了尼日利亚的心腹大患。而关于上述尼日利亚购买新战机一事，其空军参谋长阿布巴卡尔元帅也透露出了部分消息。新机队将包括12架 H-1攻击直升机、24架 M346战斗机、12架 AW109 多用途直升机、2架 C-295 运输机。这些战机的主要目的是用来针对西北部以及中部地区的敌对武装分子。据以色列时报网站6月17日报道，以色列2023年度军售连续第3年创下新纪录。据悉，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其军售出口额徘徊在75亿至85亿美元之间，2022年时突破至125亿美元，创下有史以来的年度最高纪录。而此次报道中显示，以色列在2023年的军售出口额达到了130亿美元，再一次突破了之前的纪录。对此，国防部表示，由于近段时间部分地区频繁爆发战争，加上其对战争又特别敏感，现如今已经下令
让国防军全天候制造武器装备。6月18日 ，MBDA 集团展示了一款名为“地面守护者”的人工智能 AI 系统，其展现出来的能力让在场观众惊叹不已，标志着 AI 技术正在逐渐走向战场。据悉，地面守护者系统可以接收战场侦察数据，能够为地面部队提供强大的目标识别和攻击能力，同时还能够与导弹系统整合运用。法国陆军还为此进行了军演实证，演示中导弹的命中率高达100%。不过，虽然能够利用 AI 进行战场分析，但依然保留有人工操作的环节。对此，护者项目负责人杜波特表示，目前的人工智能还不够成熟，有些操作依然要依靠人力才能完成。不过，护者系统的设计可以持续升级，算法也可以持续训练，完全能够面对新的威胁和战术环境。据《明镜周刊》6月20日报道，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瑞斯计划以29.3亿欧元的价格从 KNDS 公司购买105辆豹 2A8 坦克，预计将于2030年完成交付。此次收购将极大程度提高德国军队的陆战能力，有助于德国装甲部队快速现代化。据悉，豹 2A8 坦克是豹2系列的最新变体，既由驾驶员、炮手、装载机和指挥官组成4人小组。它拥有先进的装甲保护系统，能够使用雷达完成360度无死角式侦察，以此来拦截来袭的导弹。它的武器配备有 L55A1 滑膛炮，同时还具有先进的光学和火控系统，拥有高精准度、射程和穿透力。6月17日 ，Tetra 在2024年的国际防务与安全展览会上推出了第3代 T8157。其保留了 Tetra 独特且久经考验的管状骨干式管式底盘，同时它带有摆动的独立悬挂半轴，能够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实现不同的安装组合。有趣的是，5-7的发动机位置并非固定，而是可以选择在车架导轨之间移动。这项功能可以允许驾驶室的总高度降低110毫米，也就意味着其在组装过程中所用的配件有了更多的可选性，功能也将更多样化。目前 T8157 的批量生产正在进行中，第一批样品由捷克订购，军用版本预计于2025年进入批量生产。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俄军防空系统以及乌克兰和匈牙利的入盟谈判是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